婆婆强奸儿媳妇。所谓大千世界，无奇不有。1986年，我国发生了一起极为罕见的强奸案，婆婆把自家儿媳强奸致死。当时这起案件在我国法学界引起巨大争议。如果是女性侵犯女性的话，会构成强奸罪吗？这件事情发生在1986年的一个偏远农村里。主犯名叫徐明仙，那年55岁，她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村妇女。年轻时，她嫁给了一个顾姓男子，婚后二人生下一个儿子。后来，顾家的这位独子从邻村娶回来了一个貌美如花的老婆，也就是故事的另一位主人公儿媳黄元王。他们一家靠着辛勤的劳作，活得也算是滋润。可婆媳之间共同生活在一起，哪能一点矛盾都没有？性格迥异的婆媳两人，经常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吵得不可开交。在公公顾某的调解下，问题才没有爆发得太严重。在外人看来，婆媳俩还是很融洽的，但公公是站在儿媳的立场上看问题的，这就为婆婆的爆发埋下了隐患。徐明仙的儿子常年在外地务工，儿媳则留在家中做家务照顾孩子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婆婆吃醋了。婆婆认为自家这个儿媳跟她的公公有什么不正当关系，因为这种怀疑毫无根据，婆婆也就忍耐了下来。直到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情，则让婆婆越来越相信自己猜想。当时黄元王想方设法在院子修建了一个猪圈，想要靠着养猪来实现发家致富。在一个晴朗的午后，徐明仙的老伴准备去喂猪，但是找遍了家里都没有找到猪圈的钥匙，于是便去询问自己的老伴。徐明仙也不知道钥匙在哪，跟着一起在屋子中翻找起来。后来公公去问儿媳，儿媳不假思索地告诉公公，钥匙在自己的裤兜里。但当时黄某正在洗菜，双手腾不开，便叫公公上自己来拿钥匙。当时黄某的公公并没有想太多，直接从黄某的裤兜掏出了钥匙。结果这一幕被徐明仙看了个正着，这一下直接验证了婆婆的猜想，果然你俩之间有一腿。但婆婆却并没有立刻采取行动，而是想要再确认一下，为了验证儿媳妇和自己丈夫之间究竟到底有没有暧昧关系，她打算扮成老伴的样子，去儿媳妇的房间试探一下。正好这一天大女儿来信，邀请老爸过去处理点事情。由于走得十分匆忙，除了徐明仙之外，没有其他人知道，这就给了婆婆一个试探的好机会。当天晚上12点，徐明仙换上了自己老伴的衣服，摸向了儿媳黄元王的房间，朝着正睡在床上的儿媳妇猛扑了过去。熟睡的黄某突然一惊，这大半夜的哪来的人还在摸着自己？他脑子一瞬间就乱了。家里晚上院门一关，只剩他、婆婆、公公3个人，眼前这个向自己扑来的男人是谁也就不言而喻了。黄某用尽全力拼命反抗，心想绝不能让公公得逞。看到儿媳激烈反抗，徐明仙心中松了一口气，但他手上的动作却不见有丝毫减慢。后来黄某用力咬伤了公公的手指，徐明仙忍痛跑出了儿媳的屋子，在慌乱中留下了一件衣服。此时黄某一个人害怕地坐在床上，看着留下来的衣服，他知道这是公公的衣服。黄某下定了决心，一定要逃脱这个魔窟。他一鼓作气冲向了门外的黑暗。婆婆徐明仙满意地看着儿媳的表现，却并没有去追赶儿媳，向她解释这一切的真相，而是回去睡觉了。黄元王在惊慌之下连夜奔逃10几里路赶到娘家，看到披着衣服起来开门的父母后，黄某顿时泪如雨下，他泪眼婆娑地诉说了昨晚发生的一切。听完女儿的讲述后，黄某父母暴跳如雷，怒骂老姑不是个东西，嚷嚷着明天要去老姑家讨个说法。黄某一个人回到了屋子，他思前想后，认为自己遭受了如此大的屈辱，没有颜面再见任何人了，一时没想开，就在自己的屋里上吊自杀了。第二天娘家人来喊黄某吃饭，但是无论他们怎么叫都没有人应声，于是黄某的父母直接破门而入，紧接着就看见了上吊的女儿。黄家父母立即召集亲属，将女儿在婆家的遭遇讲了出来，说的所有人义愤填膺，捏紧拳头就往顾家跑，是要给黄元王讨回一个公道。就这样，黄家人来到了老顾家。好巧不巧的是，黄某的公公正好从外面赶了回来，看到2个亲家在那破口大骂，他表示有点蒙圈，然后他就被黄家人拽到了公安局。警方根据一群人的讲述，了解了事情的大致过程。顾老汉却对着警察大喊冤枉，表示他昨晚根本没回家，更没有时间去作案。警方调查发现，在案发的时候，顾老汉正在他大女儿家里，有十分充足的不在场证明。那问题来了，昨晚侵犯黄某的究竟是什么鬼？警方将目光转向了黄某的婆婆，她是当晚唯一在家的人，可能知道些什么。但这时警方却看到了婆婆的中指上有一个很显眼的伤口，经过对比后发现这牙印好像就是黄某咬的。后来警方没怎么盘问，徐明仙就将自己的荒唐行为讲了出来，民警们的三观都要被震碎了，黄家人更是气愤不已。
案件清晰了，但民警却犯了难。这徐明仙触犯的是哪条法律呢？徐明仙的行为到底是不是强奸？很遗憾，按照当时的法律，女子侵犯同性和异性都不会被判处强奸罪。世间百态，冷暖自知。关注我，带你看更多真实的人间故事。